好的，终于也是拿到了这台最惨高达了。飞翼高达的惨是从2次元到3次元全方位的，2次元的等会儿再说，咱就说3次元里，作为一台上月刚发售的 M2 魂规格的产品，你打开购物网站，输入 M2 魂飞翼，跳出来的全是老大哥飞翼零式，甚至还有强字，感情 TV 版的飞翼还没铺货是吧？更好笑的是，当你搜索 Fix 飞翼，你会看到这颇有一种你的帅弟弟比你大比你好还比你便宜，现在只能选你俩其中一个的幽默感。真就除了像我这样的交打老登，谁会买啊？当然如果拼多多发力，那就另当别论了。新的一年各大电商平台也是火力全开，拼多多官方推出了魔丸清仓专场，特地拿出了一批 M2 魂飞翼零式给大家做9块9的秒杀福利，常规预定购买或者现在吃现，再便宜能便宜到9块9，显然不可能是吧？而且个位数拿下一套 M2 魂飞翼也完全不用心疼，我找官方 PY 了3000个粉丝专属秒杀名额，活动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2-3秒填个收货地址就有机会包邮到家。这是限定的清仓活动，先到先得，抢完就下线。链接里还准备了全场通用的粉丝专享大额优惠券，感兴趣的赶紧去试试吧。好的，那么言归正传啊，咱们就来看看这台定价比 Fix 亲弟弟还贵的 TV 版飞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开箱能看到有2层，但其实东西并不多啊。首先就是飞翼高达的标准武器，破坏步枪、盾牌以及光束剑，这些都只能算作是本体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光剑的特效给的还是挺漂亮的，尤其是弯折的这个斩击特效啊，应该是新开模的，好评。手型方面，连上本体的握拳手就给了一对握光剑的手型，一对开掌手以及一对握枪手，虽然都是实用的手型啊，但真的给的有点少，而且这个水纹也太爆炸了，不敢细看啊。最后就是第2层附属的一堆支架了，一个透明辅助支撑杆以及3种不同场景的连接头。第一台图案是流星计划加飞翼的翅膀，还是挺好看的。另外这次的连接件我非常的好评啊，尤其是这个伸出去的这个连接头，终于可以让飞翼在支架上完美的摆出这个腿并拢的 pose 了，让菊花孔正对的地方不再是支架杆。戴哥，你明明就是会设计的，为什么别的玩具它就是不给呢？超级简单的设计就能换来极致的把玩体验，那么多的有腿并拢 pose 的机体，包括 Fix 飞翼啥的，就应该全部安排上。OK， 那这里就能看到整个飞翼本体的状态了。M2 魂还是一如既往的5比例，这个大小要比144大不少，但对于我来说这倒无所谓，我更关心的是漆面。比较幸运的是，这次我的这台涂的挺平整的，而且这次的本体上加了很多卡风格的遗印，质感要更上一层。就是这个漆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涂的太厚啦，打光之下总有一种塑料成型色的错觉，也有可能是出厂忘记上消光了。至于本体的造型还原度，其实老玩家也知道啊，老 R 魂早就出过 W 系列了， M2 魂一般就是基于老产品进行一定的优化，尤其是变形的关节。这次最明显的变化应该就是翅膀了，是完全重新做的，然后就是头部了，更帅了一点，毕竟曾经还有这个烂脸的特效嘛。但也正是因为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就导致了很多的关节设计还是沿用了老派的思路，把玩起来总感觉以后肯定要松啊。这里就带大家看看这些关节的设计是怎么样的吧。可以看到脖子这里是一个明显的2段关节，可以做这样的脖子前伸的动作，但除此之外，这段脖子就起不到可动增强的作用了。低头最大就是降不到30度，抬头时后脑勺也是很大的干涉，不管哪个位置都只有20多度，左右的侧摆也是差不多的幅度，只能说飞翼高达的头下方开槽太小了，还好360度的转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肩部是球关连接，根部给了一个很经典的引出关节，但是肩胛太大了，有干涉，实际最大只有60度。M2 魂的 W 系列设计一贯如此，虽然球关能提供这样一定的向后挺胸，但这样的小球关啊，受力松动是迟早的事。360度的手臂垂直大风车是没有问题的。肩胛是变形的关节，独立抬起范围很大，手臂的侧平台反而是很紧啊，不过超过90度的平抬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大臂根部360度的平转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曲肘的时候，小臂的鸟爪直接导致了曲肘只有100度多一点啊。当然这也只能怪机设了，实在不是很明白啊，为什么要装个鸟爪还装在这儿，把玩起来真的是很膈应。手腕的球关反而是做的比较长的，使得前后左右的摆动范围都很大。这个腰部的设计也是比较神经病啊，直接弯腰大概就是15度的感觉，挺胸的幅度也是看着不到20度。不过实际上这里和飞翼零是一样的，埋了一段拉伸的展开，但是搞笑的是弯腰的时候还是会被红色的胸甲挡住，实际的幅度还是不到20度啊，难道是我玩错了？挺胸同样是这个问题啊，可动并没有什么提升，左右的侧摆幅度也是差不多就这样。这个腰部可动的设计啊，设计师是不是自己没有把玩一下呢？然后左右的转腰是转不动的，只有30度。当然这里可以理解啊，毕竟是为了变形关节的稳定性嘛，你只有拔开腰部变形关节才能做360度的旋转。
前裙架可以完全的上抬，侧裙架是个球冠，可以前后的旋转，抬起的话大概60度的样子吧。后裙架能非常轻微的抬起一小段。前踢几乎是没有干涉的，加上经典的下拉关节，实际上前踢能达到接近135度的离谱幅度。后踢避开裙架的话，也能达到接近90度的后踢幅度。不过侧踢的幅度被限制住了，做不到90度，大概也就是75度的样子。继续往上掰是线位死的，其实这么做是因为给大腿向内摆留了一点的空间，这样就能比较自然的摆出封面的两腿交叉的姿势了，这个好评。小腿肚的喷口也是做了大幅摆动的设计，大腿根部也是可以做360度平转的，但是并拢时会有干涉需要把腿先抬起一段，然后才能做完全的360度平转，这没办法大腿甲实在是太大了。而屈膝这里则是给喷口留足了空间，可以做到150度以上的屈膝幅度，只不过这个造型看起来还是略奇怪而且膝盖前面的镂空有点太多了。脚踝装甲给了一段上下浮动的范围，而内部可以看到依然是一个球冠，所以左右可以正常的平转60度，而整个脚掌的前抬是30度左右，向后的幅度不错，大概60度。而前脚掌借助变形关节可以向下掰直，同时也能做到一段30度的上抬。而这次左右的接地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向内几乎是到60度了，向外的幅度也是差不多非常的优秀。翅膀根部是一段90度的转轴关节，而转轴关节连着的又是一个和手臂一样的长球冠，好在实际可动范围是不错的，直接上下抬也有45度左右。每个翼片也有单独的可动，全部抬起大概120度，互相独立不干涉。另外大翼片还给了一段展开的机构，能分离一段。其实整个可动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说不少关节的设计古旧，但实际的把玩体验并不差，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关节的优化改进是迭代的，但并非老关节就达不到新关节的可动范围，可能只是不如新的造型好，不如新的皮实耐用而已。相比起关节的变化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全身各处小细节的进化了，毕竟作为高达史上最惨的主角机没有之一，出成品时能带上它都很不错了，还能给一个高规格补全一些机设的小细节，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了。3XG01W 飞翼高达由当年开发飞翼零式的5个老头里的 Dr. J 以最接近原型机的理念开发的减量减配的青春版，但他或许这辈子都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的所有心血在流星作战的一开始就吃了瘪，明明性能高出 N 倍结果硬是被里奥按住掉进了大海。而接下来的剧情更是让当年租盗版 VCD 看的我大为震撼和娜娜丽的电波对话这里就先略过，这瘪犊子驾驶员自己自爆不成，找到飞翼高达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用鱼雷给他轰烂掉，这你不开给我开而且我感觉希罗完全就是在演，他能不知道高达尼姆合金是什么样的外星科技吗？几发鱼雷除了给装甲熏黑了，根本就啥屁事也没有。那这里就要聊到 W 这部高达最扯淡的设定了，高达尼姆合金据说在月面开采的特殊矿才能制作，当然这一看就是致敬 UC 的月神态实弹几乎打不穿也是在致敬，但离谱就离谱在这个东西的质量，一台 16.3 米的高达重量只有 7.1 吨，这都不是密度比水轻的问题了，风要是稍微大点不得给吹跑了呀。而且这东西实际的强度也极其离谱，在剧中最后连接了一发天秤座的照射，竟然上半身还保留着，甚至驾驶舱完好无损，连热辐射都穿透不进去，你这让开了觉醒才好不容易扛下一炮的独角兽情何以堪设定中说这个东西还吸收电磁波，造出来就隐形了是吧？又让我想起了希罗在这拿电焊修理的场景，这是什么样的神级电焊竟然能焊得动？当然神仙合金只是其一，正是因为有了神仙合金才有了这门破坏步枪。从设定上来说，飞翼高达的破坏步枪是飞翼零式的削弱版本，原版的双管步枪一炮击毁殖民卫星，3炮干碎核弹都炸不开的防御门，威力简直违反物理定律。不过这是直连动力炉的版本飞翼高达的青春版是没有直连的，而是采用了这种弹夹式的 cap 能量包功能，模型是还原了这一设计的，通过把后方的枪身给拉出来折叠，就能把这个储能的弹夹给拿出来了。可以看到这里的移印是非常细的，每个弹夹分别给了1、2、3的编号，而且都能像这样单独的取下来。理论上一个弹夹是只能打一发的，但这是全功率的情况下，实际上该枪是可以调节输出功率的，低功率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连射，而设定中说全功率的时候射击出的离子流半径能达到150米，强大的威力能直接电离周围的空气形成雷电，因此只有高达尼姆合金制作的枪身才能承受住该枪的威力。不是哥们儿，半径150米，一炮能让7万平方米面积内的东西蒸发，
国内的老小区估计都没有这么大啊。这是一个重量7吨出头的机体能打出来的炮击，能量守恒不存在了。其实 W 是超级系，当然其实这么说也未尝不对啊，毕竟 W 是武斗传之后的同类型尝试。大河原邦男也表示过，其实 W 的机设参考了闪光高达，尤其是胸口的这个绿色的球体啊。飞翼零式是零式系统，而对于飞翼高达来说，这里就只是一个增强的探测器，用于辅助破坏步枪的锁敌和校准。另外每台高达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设定也给保留了下来。而飞翼的这个配色呢，显而易见就是日本了。什么？你说你看不出来？不好意思，我一开始也没看出来。此外，玩具里给的这把破坏步枪，其实涂装和细节都是很不错的，枪身上非常小的瞄准镜都有涂装到位，握把的部分也为了变形增加了收纳的机构，可以像这样翻出来。而戴哥这次更贴心了一点，还给了辅助的握把，就怕你这个脆弱的单球关小手腕握不住这么重的枪啊。这里安装的时候把手型和固定件都装好，然后再一起插上去，夹住手腕的左右装位即可，固定的很牢固，基本是不会掉的。而由于破坏步枪的能量是有限制的，为了补充中距离的打击面，零式原型是在肩部增加了2门加特林。飞翼高达也把这个设计给保留了下来，但是缩水成了单炮口，不过配合上头部的火神炮，其实中距离的打击能力还是挺不错的。近距离方面，飞翼高达唯一的武装就是这一把光束军刀了，不过从3个特效键就能看出这把刀的性能其实是非常强的。虽然和其他的几台大镰刀、3叉戟啥的比不够拉风啊，但性能却一点也不输。而且 W 里的光束武器都是能在水中使用的，配合上小巧的收纳体积，泛用性就直接拉满了。平时就像这样收纳于盾牌内部，理论上是由盾牌来负责功能的。模型还原了这个机构，还是非常好评的。当然，如果说近战只有光束剑的话，那也是不严谨的，因为除了给娜娜丽挡过落石以外，这个盾牌的尖尖也被希罗拿来捅人，毕竟是高达尼姆合金做的啊，强度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我有一事不解啊，既然都是高达尼姆合金，盾牌和外甲的防护性大差不差，真光束直击又挡不住，那除了当机头，这个盾牌有什么用呢？当然高达的事情啊，就不要搞得那么明白。模型做的结构细节都非常的不错，尤其是这个握把的部分啊，做了一个收纳的折叠，根部这里也给了球冠的转动，搭载也是非常简单的，从后面扣到小臂的装位上就好了，固定也是很牢固的。飞翼高达的武装非常的少啊，这一下就全部介绍完了。不过每个武装模型给的造型细节涂装都算是很不错。除了武装之外，飞翼高达还有一个最大的设定没有讲，那就是飞翼。可以看到飞翼是可以展开的，并且每一片上都有辅助的喷口，人形态的时候其作用类似于 UC 宇宙的 Ambac 机动加推进背包，而且可以看到全身除了翅膀上的喷口以外，背包的下方也有2门方形的主推进器，并且可以这样上下的摆动啊，做矢量的推进。后裙甲的这里也有1门大口径的喷口，小腿肚的后方也有2门可以这样上下翻动的矢量大口径喷口，脚底可以看到更是有4门主推进器喷口。所以飞翼高达的推进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不止如此啊，膝盖的部位也是有2门姿态治愈喷口的，裆部这里也有一个大的，里面竟然也给了涂装。肩部这里也有2门治愈喷口，全身上下几乎全都是喷口，所以飞翼高达的机动力其实是非常离谱的。然而这对于一个16米的尺寸来说，积热的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所以在胸部的左右两侧不仅装了2台核熔炉，也给了2个超级大的散热口，而面颊、裙甲、飞翼上各处其实都有散热口的分布。模型这里给的细节处理也是基本没有落下的，都还原了出来。其实从刚刚的喷口分布来说，大家应该还能发现一点啊，就主推进器都是朝后的，这其实就是鸟形态的推力布局。变形后的飞翼同时作为升力翼和推进器，枪和盾牌则作为机头来撕开空气，其余的推力全部向后方集中，保证最快的速度能一击脱离。虽然一趴变形让人诟病，但不得不说这个设计还是挺科学的。模型当然也是还原了这个变形的结构，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变形的过程吧。首先是最经典的一步啊，把整个腰拔出来，然后180度的旋转过来，转过来后再扣回去锁死，接着把手型拔掉，然后打开手腕后方的盖板，把之前的关节给翻折进去收纳。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很难用力的话，也可以直接把盖板给拔了，折进去之后再装起来就好了，毕竟这里给的空间确实是太小了。接着再把之前的鸟爪给展开，这时候就有空间做180度的曲肘了。然后是向外侧拔2侧的肩甲，可以看到拔出来以后里面的盖板也会露出来，然后就可以把肩甲向下折90度锁紧即可。两边都弄好以后，就可以把头旋转180度了。
腿部这里比较难弄啊，主要是关节太紧了，又没有固定的位点，就让这个掰得很吃力。其实逻辑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腿部隐藏在膝盖里面的一段给翻出来，然后通过反向的折叠折回去，让小腿扣到大腿的上方，露出喷口，也算是变形的常规操作了。脚尖当然也是扣下来，形成这种折叠的状态。最后把盾牌握把收纳好，枪的握把也收纳好，这里露出来的部分就是和盾的连接桩，扣进盾牌前面就行。最后再把与本体背包的连接处和盾牌的这2道连接桩扣上，变形就完成了。最后不得不再提一下，这里给了这个飞翼形态的支架，先把人形态用的连接桩先装到后方，然后把后裙甲掀起来就能套进去了，然后就能装到滑槽上了。不得不说啊，这次的支架给的那是真的很周到啊。变形完成后的造型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当然设定里没有说这是一个飞机，而是命名为 New Bird， 也就是新鸟。为此还在手部增加了2个鸟爪，当然我至今都搞不明白这2个爪子有什么作用，难道就是纯粹的装饰？虽然变形简陋啊，但是整个造型的布局还是挺合理的。不过相比于原机社，这个腿部还是太长了一点，当然这也是作为模型的极限了，这没有办法啊。不知道大家能给这个还原度打几分呢？抛开机设的还原度，整个变形的流畅度其实算是非常不错了。除了腿部反折叠的那一段，而且本来作为 M2 魂级别的产品，漆面和细节啥的都给的非常的不错。各个角度展示一下的话，其实还是挺 OK 的。可怜的飞翼高达啊，能有今天这个待遇，我真的认为是非常难得了。不过这依然改变不了1000出头定价实在是太贵的事实。作为一台登场10集就被炸得稀巴烂的主角机，即使是看过 W 的兄弟，估计对本机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吧，以至于都快过了1个月了，也没有见到太多相关的评测，真的是可怜啊。而且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我也不推荐入手。飞翼零式其实更帅更好玩，当然如果你就想凑齐飞翼一家啊，那作为现阶段规格最高的飞翼高达的玩具，其实买一个来玩玩也算是不错。好的，那么本期评测也就到这里了。明明这次的内容物并不多，但却硬凑了这么长的文案，也算是给飞翼高达挽尊了。没有办法，谁让我最喜欢它的专属 BGM 呢？好的，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投币，给春节还在加班更新的 UP 主回血。那么大家下期再见。